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m Talk。当全球都在关注新冠疫情的时候，似乎除了新冠疫情之外，所有的事情都不再重要了。似乎全球也只有这一种疾病，其他所有的病痛都无足轻重，全部都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变得看不见了。10月5日，兰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截止目前，兰州市已对55725人进行了检测，确诊布鲁氏菌感染6620人，比9月时通报的3245人增加了1倍多。布鲁氏杆菌病简称布病，俗称懒汉病，表现症状为反复持续的发热多汗、乏力、肌肉和关节疼痛，以及肝脾淋巴肿大。男性有可能伴随睾丸炎，女性有可能会有卵巢炎，妊娠期孕妇可能会有流产。因为布病主要损害人畜的生殖系统和关节，治疗若不及时，转为慢性，患者就会出现精神不振、全身无力、关节肌肉疼痛，也可能长期处于发烧状态，不能再从事劳动工作，严重者会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导致残疾。有微博网友表示，我家亲戚有得这个病的，真的是不孕不育，不能干重活，免疫力下降。布病的主要传染源为牛、羊和猪等3种牲畜，人类可能会因为接触到动物组织或食用乳制品而感染，目前还不确定是否会人传人。既然布病的传染主要是靠接触动物，那么为什么此次兰州会出现大范围的感染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新冠疫情阴影下的兰州病人。让我们回到2019年11月29日，位于兰州的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学生中流传着一些流言蜚语，说是有人检测出了布病，可能是实验用的小白鼠出了问题。要知道，上一次大规模出现布病感染也是在学校。2011年3月，黑龙江东北农业大学的一个班级内，27名学生和1名教师相继感染布病，主要原因是这个班级在上课解剖山羊，但是这4只山羊没有经过动物检疫，导致携带的布鲁氏菌传染给了学生和老师。难道这次兰州兽医研究所也是因为做实验的动物被感染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兰州兽研所在半个月前进行了数次转基因小白鼠实验，发现实验用的小白鼠不会生小老鼠，检测后发现了小白鼠感染了布鲁氏菌。之后2名参与实验的学生也被检测出了感染。过了1周之后，兰州兽研所共有96人被检测出了阳性。到12月底，官方统计确诊人数增加至181人，而根据学生和老师的说法，感染人数超过210人。其中有多位学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动物，也被感染了。既然布病不能人传人，那么这些没有接触动物的学生怎么会被感染？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直到2019年12月26日，甘肃省卫健委发布通告，一切才真相大白。根据通报描述，2019年7月24日至2019年8月20日，兰州生物药厂在兽用布鲁氏菌疫苗生产过程中使用过期的消毒剂，致使生产发酵罐废气排放灭菌不彻底，携带含菌发酵液的废气形成含菌去溶胶，导致位于下风向的兰州兽研所人体吸入产生抗体阳性。兰州生物制药厂是央企上市企业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国家农业部重大动物疫苗定点生产企业，也是中国资格最悠久的兽用疫苗生产厂，前身可以追溯至1934年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的兰州生物药厂。我曾经在兰州生活过1年，兰州是全国唯一一座母亲河黄河直接穿过的城市。黄河把兰州城区分为南北2部分，黄河以南是老城区，是兰州最早开发的地区。黄河以北因为地势比较崎岖，发展较晚。但是近几年，兰州作为西部中心城市，发展的越来越快，黄河以北也就迅速发展起来。新开发的商超和居民小区很多。盐场埔因为背靠黄河，也是最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我当年就是在盐场埔地区生活，晚上去黄河边吹吹风，喝杯冰镇的扎啤，看看音乐喷泉，还有想到就流口水的牛肉面。甘肃卫健委的通报还指出，这次药厂持续1个月的操作失误是一次意外的偶发事件，是短时间内出现的一次暴露。
如果说一次或者一天的问题，可以理解为失误，持续1个月的失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卫健委还说，布鲁氏菌疫苗为弱毒活疫苗，小剂量受用布鲁氏菌疫苗进入人体后，3到6个月就会衰减，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一般无症状者无需治疗，个别出现轻微症状，规范治疗，预后良好。政府目前已制定兰州11家2级以上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有意愿的居民可以携带身份证和户口本前往医院免费检测咨询。兰州生物制药厂位于盐场埔地区腹部，兰州寿研所和盐场埔居民区环绕其外，在方圆1公里的范围内就有10余个小区，而这些小区居民直到现在才明白在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居民表示，自己在9月就和儿子一起开始发高烧，1周后儿子退烧了，但是膝盖一直疼，而自己前前后后发烧了18天，吃感冒药也没有好转，小腿肿得比平时粗了1倍，全身关节也开始疼。去医院去了2次，住了2次院，都被诊断是全身性骨关节炎。第1次住院时，2个髋关节疼得翻不了身，晚上走路上厕所都困难。第2次住院又做了各种检查，花了5000多元，到出院时还没有好转。在听到步病检测后，他不仅自己拿到了阳性的单子，儿子也是阳性。还有已经怀孕3个月的妈妈也被检测出感染。关于步病会不会影响到胎儿，每家医院说法也不一致。随着各小区陆续都有人检查出步病，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大家开始一窝蜂去医院检查，医院队伍长得看不到头。甘肃卫健委起初表示，由于7月、8月兰州主要风向为东南风，风力2到3级，含有病菌的气溶胶飘散的距离有限，暴露的剂量也很低，但事实与卫健委的说法并不相符。截至2020年2月，约有2万人进行了血清检测，阳性5000人，随后经过甘肃省卫健部门复核，确认感染步病人数为3000人。大多数居民对这一数字表示怀疑。有小区建立了步病感染群，必须提交检测报告才能入群，光一个群就有400多人，很多家庭都是好几个人感染，但可能只有1个人在群里，这样算下来就有多少人了？而且自己小区里随便一问就有人抗体阳性。还有居民在兰州医院检测排不上队就去了外地，被检测出步病阳性，但是兰州卫健委并不认可外地医院的检测结果。另外，盐场埔社区内还有众多城中村，外来人口众多，流动性大，没有人通知他们去检测，也不知道去哪里检测。此时正是国内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死不了人的步病关注度并不是很大。很多感染者也认为，医生对于步病诊断的态度并不积极。医生说，只要没症状就不是步病，只是隐性无症状感染者，无需治疗或吃药。即使有症状，医生也会首先考虑其他病，就是不往步病上考虑。大多数人被医生告知，开了药拿回家吃。我们再来看一看给兰州放了布鲁氏菌的兰州生物制药厂。2月4日，中牧股份在官网发布了致歉信，并公布内部惩罚，给予兰州生物制药厂厂长、副厂长等8人党纪行政处分，并没有人承担法律责任。直到上个月10月2日，在布鲁氏菌泄露了1年后，兰州生物制药厂才公布了赔偿方案。赔偿方案把赔偿对象分为4类：第一类，第1次检测为阳性，复检为阴性的；第2类，2次检测都为阳性，但评估结果是无健康损害或无相关性的；第3类，2次检测都是阳性，且评估结果为不良反应的；第4类，2次检测都是阳性，且造成了残疾、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第1类补偿金额3785.64，第2类补偿总额7571.28，第3类补偿总额为55000元加其他费用。第4类补偿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如果有被抚养人，可提供抚养费计算至18周岁。另外还设立后续处置专项基金，基金暂定额度为500万元，用来处理未来感染者的不确定损失。在收到补偿方案的同时，感染者同时收到了一份补偿协议书。协议书甲方为事故责任方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生物药厂，乙方为感染者本人。协议显示，甲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赔偿金，
甲乙双方因兰州寿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问题引起的所有纠纷即告终结，乙方不再以任何形式提起对甲方责任的追究，不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或主张。此外，感染者还要保证对协议内容严格保密，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自愿维护甲方声誉。如乙方违反协议的约定，即视为违约，乙方应双倍返还甲方所支付的款项，并赔偿甲方因此蒙受的一切损失，包括名誉损失、诉讼费用损失、律师费用损失等。有多位感染者表示不会签署这个协议，协议中提到的一次性赔付清楚之后就一笔勾销，这点不能接受。我才30岁，而且感染者中也有很多小孩，虽然现在评估对健康没有损害，但这个评估应该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而且如果病菌一直在体内，之后出现症状再申请赔偿，不知会有多麻烦。兰州生物制药厂母公司中牧股份在11月5日的公告中称，按照新公布的阳性人员6620人计算，预计补偿费用将在之前预估的350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约1500万元左右，总额共计5000万元。后续如果阳性人员继续增加，不排除继续上调补偿金的可能。而我们苦苦等待的政府部门终于也发言了，一共是3点：一是对感染者免费检查、免费治疗；二是加快补偿工作；三是督促兰州生物药厂尽快搬迁。然后就没有了。如此严重的公众卫生事件，造成了至少6620人感染，影响了无数家庭的恶性事件。仅仅是连续1个月的操作失误，仅仅是偶发性事件，仅仅是钱就能解决的问题。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各位花费宝贵的时间观看，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给我一个宝贵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